和团的真相。长期以来，义和团运动这场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和屈辱的历史事件，却被美化为抵抗西方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然而，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历史悠久，从唐朝的景教传教士到清朝末期的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各个时期的传教活动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宗教状况，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更为直接和广泛的影响。当时的教案背后并非利益冲突，实际上更多源自思想冲突。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宣扬无君无父，还认为信的妇女是伤风败俗。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成为求洋情绪泛滥的根源。此外，无知和愚昧也是导致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例如，人们通过想象虚构了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例如洋人取中国人眼睛制药，甚至取小儿脑髓心肝等荒诞不经的说法。这些控诉在当时的义和团揭帖中广为流传，使得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义和团运动于1899年起源于山东和直隶，开始时以练权为名，组织攻打教堂、反洋教。各地义和团的领头者往往是一些无业游民和无产流氓。除了这些狡诈之徒外，大部分义和团成员缺乏思考能力，不仅愚昧，还极其残忍。他们最恨中国女子信教，发现女教民就会将其砍成肉酱，甚至连婴儿也不放过。山东巡抚遇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杀害洋人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引发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免了遇贤，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世凯到任后，立即大力镇压义和团，致使义和团成员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这种极端情绪不仅存在于民间，还卷入了一场更大的政治斗争。光绪24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通过政变重新掌权，对屡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但各国公使更支持一个相对西化的君主，联合起来反对慈禧的计划。清政府起初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模棱两可，但在运动扩大后，慈禧太后等部分清廷官员认为可以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抵抗外国势力。清政府最终决定支持义和团。这样一来，义和团相当于奉旨造反，名正言顺在北方各地发动了多起惨案。以朱家河惨案、北京惨案和山西太原惨案为例，义和团屠杀了大量教民、传教士及无辜百姓。1900年6月，义和团开始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外国在华侨民处于极度危险之中。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这一举动使得本来打算仅限于保护侨民的国际干预，演变成了全面的军事入侵。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美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8个国家联合行动，派遣军队进入中国，被称为八国联军。八国联军一路击败义和团及清军，最终侵入北京城。慈禧与光绪帝逃离北京，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展开抢劫和屠杀。最终，这场运动以清廷签订辛丑条约告终。中国人民为义和团的暴行付出了惨痛代价。据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统计，义和团运动中被杀的洋人仅为231人，其中大多数是行善的传教士，而被杀的中国教民与无辜百姓却多达数十万，仅北京地区就有4万多。这场所谓的爱国主义运动，不过是一群底层流氓与愚昧百姓被官方利用，滥杀无辜的暴行。虽然义和团事件已是100年前的历史，但其阴影依然笼罩着这个国家，并且每隔一段时间，类似的悲剧就会重新上演。了解并正视中国曾经经历的这段荒谬历史，对今天的人们无疑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